Hello， 我又开始旅行了。这一次去的地方是新疆伊犁。小提示：飞乌鲁木齐要坐飞机的左侧，距离落地2小时，你会看到2座雪山：祁连山和天山。落地之后，直接租车开始8天7晚的草原之旅。第一站去的是安吉海大峡谷，新疆给你的一点震撼，放大4倍，好酷啊！山上切出来的，干涸的河床像血管一样，壮阔的沧海桑田的感觉。这个是安吉海大峡谷的河床，因为它岩石是很松软的，所以边边这里可能还是会脱落，有点吓人，不太敢走。Oh my god， 这个有点吓人，那一个整块的地都是裂开的。我不敢。它有点像美国的科罗拉多大峡谷，但是更加的原始和荒凉。如果你也是从北往南进独库公路，顺时针的方向走伊犁环线的话，可以来安吉海大峡谷打卡，带上无人机会特别出片。第一次上独库，最震撼的是它直接切开了天山。这条路应该就是它把天山中间凿开的，所以路途会变得很短，把南疆和北疆连在了一起。北段偏荒凉，冷峻的感觉，褐色的岩石，植被很少。开在这样的公路上感觉很酷，但是呢也要格外小心。这一条叫仿石走廊，大概是这个山上会有很多的落石，因为这里经常有塌方和泥石流。现在的海拔是2700米，我们走到了冻土的这个路段了，然后路上都是这种坑坑洼洼的，非常非常的颠。独库公路上面看到天山上面的雪是一丝一丝的，一山有4季，10里不同天。从山脚下的草原到山顶的积雪，几个小时的车程就能感受完全不同的景象。Hello， 我现在在独库公路上面的蓝星湖。如果白天来会看到阳光下的亮蓝色，但是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，太阳落下去了，仍然可以看到蒂芙尼般的这种静谧的蓝调时刻。远处的机位它是可以把整一个湖泊跟雪山涵盖在一起拍下来的，非常棒，超值。湖背后是2座尖锐的雪山，凛冽的山峰和柔和的湖色映在一起。湖边还有一片草地，画面很像瑞士。而且今天已经是日落了，日落之后的这种没有阳光的状态下，它都这么的蓝。因为海拔高，雪山融水，水中丰富的矿物质和细小的冰球颗粒散射光线，所以湖水很蓝很美。晚上我们开到了独库公路的高海拔地带，周围全是白雪，白天还热得像夏天，现在却已经置身雪山之中了。夜色慢慢拉下帷幕，前方的车灯忽闪忽闪。坐在车里看着这一片白色，呼吸的空气都是冷的。这个一下都什么都看不见了，忽然间，眼前是属于雪与山的世界。这一刻很安静，像电影的画面。这一刻也只想让时间停下来，让自己沉浸在眼前的雪色和夜色里。晚上住在独库公路下的一个小镇的蒙古包露营地，但是它是公共厕所，环境肯定不如酒店。体验了一个毡房，没有想到毡房的保暖效果还是不错的。醒来之后，推开门就看到了草原的清晨。第2天第一站就是离住处很近的唐布拉百里画廊。哇，好好看啊！哇哦，这一路上都是绿色的草原，牛和马随处可见。那么绿，这颜色，空气都是那种青草的清脆感。这个景点是免费的，有木栈道和观景台。没有想到在这个简陋的观景台上拍照就已经很美了。跑起来，跑起来！我们现在骑马去小河边。哇，我现在在骑马。哇哦，很酷哎！哇，远处那个山好好看呐，一层一层的。我们之所以会选择骑马，是因为到河边的路被马场拦住了，只有骑马才能够到河边。河景还是不错的，但是如果你后面的计划和我一样是去孟克特古道的话，那这边就可以不用来骑了。
孟克特古道刚到的第一个观景台，这个地方的 view 好绝，非常好看，眼前突然展开一片宽广的草原，好好看呐！远处的绿草像油画一样铺在起伏的山丘上，颜色饱满，层次分明。前景是一排墨绿色的松针林，远方的雪山被云雾萦绕着，伊犁河谷原来就是这种感觉。我用哈苏拍的照片，朋友都说像在欧洲，每一张都像一幅画。但是肉眼看到的，我甚至觉得它比欧洲更辽阔。坐在观景台上发呆，有一种被草原温柔包围的感觉，仿佛自己暂时拥有了整个新疆的草原风光。我们现在在孟克特古道，然后开始走这种坑坑洼洼的小土道了。外面的这层绿真的绿得好好看呢，绿得不真实了。现在这个地方叫天海之门，好漂亮呀！这里是孟克特古道的第2个观景台，这种峡谷溪流纵深过去，然后错落着有一些云杉树，好好看。河谷沿着河流而生，水汽被地形引入，带来了充沛的降水，让草原郁郁葱葱。即便是在遥远的中国内陆，这里的降水量也和沿海城市青岛相近。天哪，好不真实啊！啊，你又看我了耶！嗨，嗨，好美啊！哇，好漂亮！这里是集合了，就那一片很像意大利，就托斯卡纳，然后上面的感觉很像瑞士，所以它是集合瑞士跟意大利2种感觉，然后又比阿尔卑斯山的山脉漂亮。阿尔卑斯山的就是美的程度，就是跟云南的山是差不多的审美上，但它的名气可能是因为欧洲经济很发达的关系，然后滑雪的人很多，然后宣传也很多，还有什么巧克力啊、七七八八就很多。但实际上这里真的美太多了，车门外的风景，天哪，简直了这个地方！这山体也很好看，山体长得非常的好看，哇，简直就是仙境。看过南疆的苍茫，北疆阿勒泰更像是俊美的少年，而伊犁像是秀美的小姑娘。如果说阿勒泰是于适，伊犁大概就是佟丽娅，美丽又温柔的感觉。自驾这条路坑坑洼洼的，有车开过，路上就会扬起灰。但是正因为这样，才能感受那种更原始的自然。啊，这里也好看，一个小河，好漂亮啊！哇哦，是不是？对。路上我们看到了当地人和游客搭着帐篷野餐，真的，这是一份独属于新疆的 chill。现杀。孟克特古道也可以骑马，比起百里画廊，这里更开阔，沿山傍水，踏在草原上，原始野性的感觉拉满了。这里还有一个小木桩的拍照点，很像那拉提的网红桥，但是游客会少一些，这里也适合打卡拍照。从孟克特古道出来，我们出发去看那拉提的日落。路上开始下雨，空气里蒸腾着雨水形成的雾气，把整一个河谷、草原、树林环绕了起来。这一刻，我觉得旅行不一定要等大晴天打卡，伊犁在阴天的时候，它也有一种很独特的美感。因为太好看了。低饱和、温润又微妙的景色，更符合年轻人喜欢的自然独特的审美。这边是那拉提景区的自驾门的入口，这是一个东门，好爽呀！可以走到草坪上面去玩羊，好多小羊，哎，它跑了，我们吓到它们了，我们吓到它们了。哇塞，这个那拉提自驾进来，晚上8点钟的时间，天这么的亮，然后刚刚在山坡上看到有羊。本来想去拍，结果把羊给吓跑了。我们只能再去找别的小羊。自驾真的超爽，非常推荐大家自驾，一定要自驾，没有任何限制。哇，那边有人在骑马奔腾。那拉提的第一天傍晚，我们开上了西盘龙古道，一个山坡连着一个山坡，沿途能看到好多小羊群在山坡上吃草。
all swung to and fro, but the places where they happen don't let go. 8点半，然后我们往盘龙古道海拔高一点的地方去看。我们这次的行程呢是下午7点钟开始走那个盘龙古道，可以看一些夕阳的路段自驾，大概是1个小时，慢慢的玩，大概1个小时到2个小时。然后明天一早去空中草原，可以去网红桥啊，这个比较火爆的景点。还那拉提的羊呢，它长得很好看，我们开玩笑都说这里的羊是被精心挑选过的，长得好看的才能够到那拉提的景区里。有人赶他们，更像是群众演员。赶羊回羊圈，傍晚牧民还会赶着羊群回圈，这个画面给城市的牛马来了一点震撼，很治愈也很温馨。开到差不多看到日落的地方，会遇到一些小堵车，但是我们开车并不知道哪个点是最佳的观赏机位，所以其实我们是错过了这个日落。但是我朋友给我发来了他那天在这里看日落的照片，天空被染成了橘色，骑马在夕阳下面的感觉真的好棒呀，就像《还珠格格》里面写的那首歌一样，让我们红尘作伴，策马奔腾，共享青春年华。蘑菇拌面，大盘鸡，好香啊！我好饿。哎，不行，绝对要吃要吃。入乡随俗，吃个大排档，看上去好丰富呀。这个我上次点了，我觉得一般，它有一点膻。我们这点普通羊肉串吧，然后馕可以来一点，孜然馕烤肉。这是大盘鸡，哎，这个大盘鸡上有蘑菇哎。孜然馕炒肉，一股炭味儿，口水流出来了。好，推荐那个馕烤肉，这个好吃，48块钱。现在是空中草原这条线，直接往油门人家方向开。现在应该旅行团的大巴还没有开始。今天买自驾游票的人也还没有进来，我们是昨天买的自驾游票，所以可以进来的早一些。因为我们是前一天就买了自驾票，所以第二天一开园就能进景区，这一点真的非常的重要。因为那拉提作为一个著名的景区，游客非常的多，如果晚到一点，游客和旅行团都会进来，那像网红桥的拍照和滑草就要等好久好久。我们一早开进空中草原的时候，几乎是没有什么游客的，整一个风景都像是给我们留下的。沿着河谷开到山脚下，左右两侧都是开阔的草原，远处的雪山清晰可见。早晨的光线柔和又舒服，人还没有完全清醒，但是眼前的景色就已经把我震撼住了。好像我们的车是在往一张照片里面开。停好车之后，我们去了著名的网红桥。这个地方的名字啥名字也没有，就叫做网红桥。2棵树夹着一座小桥，小桥下面有溪流，远远的地方呢还有若隐若现的雪山。拍完之后可以沿着溪流往山上走，左边是骑马的草原步道，偶尔会看到马队走过。草原上的一层雾，感觉好棒啊！远处来了一骑马的人。我想这个地方大概是空中草原这个景点命名的由来，很容易出片，拍照也非常好看。这里是那拉提，沿着草原往上走一点呢，右手边就是有一条小河。路上呢，我碰到一个摄影大叔，他跟我说，沿着这条河往上走，里面跟仙境一样的美。清脆的水流声，稀疏的灌木散落在草地上和溪水边，这种感觉好像在童话里一样的。
随时随地可以在树下找个地方休息。看不看得到那个我的头顶这边是雪山，静静地享受大自然带给我们的这份安静的氛围。走到河流的最里面是一个比较陡的山坡，如果喜欢没有人的风景，喜欢不被打扰，来这个地方发呆绝了。然后再走下去。我们从空中草原游完之后，下山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，因为逆向的车道已经开始了排长队了。最后下来之后，我们路过了一个地方，叫做河谷草原。本来这个地方是被我忽略的，但是车开到河谷草原的时候，这片草地真的比我想象中好看。草原的平坦度和背后山坡的这种起伏感相得益彰。草原上还有零零散散的树木、马群和牛羊，看到很多游客都会走到草地上面骑马拍照。盘龙古道是从上往下看草原，河谷草原呢是从下往上看草原。直到这两个地方我都打卡完之后，才明白大拉提是伊犁最漂亮、最有名的一个景区。哇，真的不是白叫的这个名称。下午我们就去了库尔德宁，这是奇蒙德观景台的第一个平台，但是走好远的路，上面的平台可能还要1-2个小时，我觉得我有一点吃不消了，太远了。山上的雾和霾都很大，看不清楚雪山，所以拍了几张照片就走了。后半段的行程我还去到了琼库什台、下塔和赛里木湖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下一条视频。